继电器在电器当中起什么作用，它的功能原理是什么。现在我来做个小实验，然后拆解一个出来让你们看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比如我这里有几种继电器，虽然外观不一样，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些交流接触器，原理都是一样的。先来说一下它们在电器当中起什么作用的。其实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通过低电压控制高电压，或者也可以说小电流控制大电流。比如我们来做个实验，比如这里有一块空调电脑板，现在的电器越来越自动化，所以很多负载我们就需要用电脑板来控制。但是电脑板这边的电压都是低电压，比如还有几伏或者10几伏之类的。但是有的负载像压缩机、风机、电磁阀等等都需要220供电或者高电压，那这电脑板就不好控制了，对吧？所以它就需要一个继电器来直接把这个高电压输入到这边。所以说这些高电压就不通过这个电脑板了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电压、小电流，就能让这个高电压、大电流传输到这边。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现在压缩机不启动的，但是我们只需要给这个继电器一个12伏的直流电，就可以让压缩机启动，这样就更安全。我们来看，压缩机启动了，看到吧？我们拿掉，压缩机就停掉了。这样也就是说，低电压、小电流就能控制高电压、大电流。比如我们来测量一下这边的电压，你们看，这边只有12伏直流电，像压缩机电压一般都是220伏的，对吧？我们再来拆解一个出来，然后看看它里面的工作原理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组线圈，然后这边有个触点，等于说我们给这边一个12伏的供电，一个小电压，然后通过线圈的磁场，这个触点就闭合了，就导通了。等于说这两个是供电，这两个是一个开关的功能。只要这边通电了，这边就闭合了，就导通了。但是这两个线路是没关系的，等于说这边有2路，各管各的。比如我们这边加一个电压来试试看，线圈这边我们就不看了，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这个触点。当我们这边给它一个12伏电压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你们看到吧？当这边有12伏的电压，这边立马就闭合了，松开就没有了。等于说这边有12伏电压，这边就连通了，导通了。所以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低电压控制高电压，或者也可以说小电流控制一个大电流。原理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知道它的原理，测量好坏那就更简单了，是吧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线圈有没有坏。比如说测量这2个角，这边有阻值，说明线圈正常。然后再看一下它这边导通功能，触点怎么样？正常的这边是不导通的，但是我们这边只要有一个12伏的供电，这边就应该导通。但是这个继电器已经不导通了，说明这个继电器已经损坏了，这边触点不行了。如果导通了，说明这个继电器就是好的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继电器起什么作用？它的功能原理是什么？怎么判断好坏？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吧？